请里头。哎，我这儿是清凉好茶，内有桔梗、甘草、薄荷，喝了是又下火又解渴，那是神清气健。您走上10里就累，喝了我这茶，走上30里您都没当回事儿。哎，您请，您请。哎，您坐啊，坐。哎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来了壶茶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好嘞，茶来了。哎，清茶。来，您呢？客官还有点事。客官您慢用啊。哎，有事您招呼。来。小二哥。哎，客官。麻烦你给来碗开水。好嘞。客官，这是您的孩子啊？是。这牛皮袋子里装的是羊奶吧？哎，是。小家伙真可爱啊！哎，小二哥啊，我想问你，这里到定西府还有多少路程？这儿就是定西府了。哦，这定西府有4军：东柳军、西柳军、商河军、宁山军。这儿就是东柳军。那距府城还有多远？也就30来里路了。啊，小二哥啊，跟你打听个事情，这定西府的守将是杨宗保杨元帅。嘿，正是啊。哎，说起我们杨元帅，那可厉害啊！他老子是威震天下的杨六郎杨延昭，哎，夫人是女元帅穆桂英。这杨元帅不但武艺高强，还会排兵布阵。自他来了以后，西夏人老实多了。哦，这双方现在还在打仗啊？哎，打怎么不打呀？哎，客官，您带着孩子可得小心点，万一碰上西夏骑兵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可这里是大宋的军阵呀，怎么会有西夏骑兵呢？哎呀，客官有所不知，从去年2月起，榷场关闭，两方开始打仗，2次大战下，西夏主力就被打跑了。不过常有小股的骑兵前来搅扰。西夏人来了！哎呀，瞧我张嘴，说西夏人来了。快逃命本队长跟你说话，你听到没有？什么事儿？别人都跑，你为什么不跑？这里是我大宋朝的地方，我是大宋朝的子民，为什么要？这里已经被我们西夏人占领了，你再不跑，我就杀了你！你说错了，这里是我的家，应该逃跑的是你们。混蛋！你说什么？趁我还没有生气，赶快滚蛋！否则顷刻之内我叫你人头落地。队长，他说什么？他说让我们滚蛋，要不然就杀了我们。队长，这南蛮子交给我，我要把他剁成肉酱。杀了他！你现在立刻给我跪下！多磕100个响头，我就饶你不死。哼，就算你给我磕1万个响头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
么人呢？穷凶极恶的西夏骑兵被他几下子就干掉了。这太神了！是不是关帝爷下凡呢？喽，什么关帝爷精神了，刚刚我看路了在茶馆里喂孩子喝茶呢。你是不是看人家就是个行脚的客人，刚刚还向我打听府城怎么走呢。客官，哎，您这来，慢慢来。来，夏二哥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弄坏了你的茶棚啊。啊，不妨事，不妨事。夏二哥，哎，那这是我的茶钱。啊，不，客官，不能收您的钱呀！您是不知道，这帮西夏骑兵凶狠的紧，抢完东西他们还要杀人呢。今天要不是客官您，大伙儿可就都悬了。是啊，算是小的请您喝的。哎，对呀，这位英雄，你就别客气了。是，这钱呢，是我从那个西夏骑兵队长身上搜出来的，本就不是我的。你看看，这块银子够不够刚才茶棚里所有朋友的茶钱呢？够，足够了，用不了这许多。那就行了，收下吧。反正啊，是西夏人请客啊。客官，您身手可真是了得啊！10几个西夏骑兵，不到半点茶的功夫就给报销了，比我们吃烧饼还省事。是啊，这位英雄，你可比朝廷禁军还管用。禁军要打跑这股骑兵，还得花上半天的功夫。是不是？禁军是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哎，一个对一个，人家呀是1对10几个呢。是啊，真铁气啊！咱们能保住性命，是啊，多亏了这位大哥呀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哎，我说大伙应该谢谢人家。对，多谢英雄救命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这是做什么呀？谢谢英雄。好了，不要客气。不好，那又有西夏人。是禁军。将军，西夏骑兵在哪里？您看看，撤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是这位英雄杀了西夏骑兵，救了大家。是你杀了西夏骑兵？你一个人？是。在下郎谦，定西府杨大帅麾下副将，请问英雄大名？郎将军是杨元帅麾下？正是。郎将军所说的杨元帅，可是杨宗保杨元帅？啊，正是。草民包铁山，东京汴梁人士，有要事要面见杨元帅，能否烦劳将军代为引荐？哦，你要见我家元帅？正是。有何要事？等我见到杨元帅时，自会禀明。也罢，包英雄孤身歼敌，武艺高强，眼下边关正是用人之际，我也正想带你去见我家元帅。如此，请跟我来吧。好，回营。免礼。参见元帅。免礼。这位，想必便是孤身歼敌的包英雄了。正是。将军可是杨宗保杨元帅？正是本帅。包英雄，快给杨元帅见礼。杨元帅休怪铁山无礼，铁山身负大宋储君，不能尽礼。包英雄说什么？大宋储君？请将此物呈给元帅。元帅，你是拱卫圣上的牵牛背身？正是。末将背上的孩童，便是陈妃李娘娘产下的太子。你说什么？末将背负的正是大宋的储君。你是说烛屉上的孩童是当今太子？正是。
妃李娘娘诞下妖孽，已被圣上打入冷宫了。是奸人使用诡计，以剥了皮的狸猫，将李娘娘所生太子唤出。那么，太子又是怎么到了你的手中呢？末将率金枪指反出京城，从奸人手中救下了太子。你所说的奸人是谁呀？襄阳王赵庆、内防局监副马朝贤、德妃刘娘娘，以及后宫大总管郭槐。末将救出太子，亡命天涯。襄阳王尽起麾下，随后追杀。末将走投无路，想到杨家将赤心为国，世代忠良，这才前来投奔，请大帅率军勤王，清君侧，护卫太子还朝。你是说，你身后的孩童乃是当今楚军，有何凭证啊？这无凭无证。无凭无证，本帅如何相信你？哦，末将曾听奸妃刘娘娘与襄阳王说起，所有太祖和太宗系的传人后背都有一块朱砂标志，状似飞龙。不错，此事本帅也知道。好，那就好，请大帅验看。你这疯汉，真是胡言乱语！什么当今太子大宋楚军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，一派胡言！大帅，难道你没有看见吗？这孩童的背后……你不要再说了，这等忤逆之事也是随便说的吗？本帅若不是看着你孤身歼灭党项骑兵，立下功劳的份上，定将尔治罪法办。好了，还不退下！大帅，铁山所言句句属实。大帅如不相信，可派人前往京城面见陈琳陈公公，验明实情啊！你这疯汉，真是不知好歹！本帅好言相劝，你兀自在此罗造。来人呐，将这疯汉给我插出去！不用你们动手，自己走。杨家将好大的名头，原来也是贪生怕死之辈，真是令人齿冷。包英雄，包英雄，还想怎么样？我送你出去。有什么可送的？我自己会走。包英雄，杨元帅知道你说的是真的，啊，别停下，继续走。你是说，杨元帅相信我说的话？当然，只是帅当中人多眼杂，元帅恐机密泄露，这才故意将你轰走。是我私力不周，错怪杨元帅。元帅让我先安排你在客店之中住下，今夜初更，夜深人静之时，我再率人前来护送你和太子进府。走吧。
准备好了吗？小太子呢？睡着了。哎，杨将军，别惊动了太子啊！啊，杨元帅先在府中等候，咱们这就走吧。好。走。请。这里便是帅府的后门。让太子殿下从侧门入府，实为不敬。但杨元帅行事谨慎，恐大事泄露，为奸人所知，因此只得从权处置。只要杨元帅能够保太子还朝，不要说走侧门，就是再委屈也能受的。而且太子还是个婴儿，不懂这些，郎将军就不要客气了。啊，如此甚好。元帅有令，事关者大，只请包英雄带太子入内，我等尽皆回避。元帅已在二堂等候。好，包英雄，这就请吧。杨元帅，杨元帅，包铁山在二堂等候。堂内有人吗？杨元帅，包铁山携太子殿下在此恭候。包护卫，我们又见面。我们又见面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当然是我请他来的。真想不到，连忠心耿耿的杨家将都投靠了襄阳王，成为了可耻的奸贼。哼，怎么说呢？其实你不该责怪杨家将，到现在他们还在到处寻找你和太子。啊，杨元帅。包英雄，真的以为我是杨宗保？那，你不是？当然不是。你可能不清楚，定西府有2位杨元帅，一位便是你要找的西北道行军大元帅杨宗保，另一位就是本帅，定西守御史杨千祥。是杨千祥？正是。襄阳王爷乃大宋正朔，多年前，本帅便已弃暗投明，投奔到了襄阳王的麾下。可笑，竟然将我当做杨宗保元帅，我真是有眼无珠啊！
几日前，本帅接到雷王官飞鸽传书，说包铁山携太子前往定西，我便立刻撒出人手四下打探。果然，今天郎副将在东柳军见到了你，看到你的模样，又身背婴儿，郎副将登时想到了包铁山，然而他却不能肯定，于是便将你带回府中。包英雄，耐心等候一会儿。你看看是他吗？哼，一点不错，正是包铁山。他身上背负的婴儿，便是太子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确定了你的身份，但由于事起仓促，没有丝毫准备，我便使用缓兵之计，先将你稳住，待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再将你带入构中。你们可真是处心积虑啊！哼，包铁山，这一次你是插翅难逃。听我好言相劝，交出太子，我答应放你一条生路。你说的话，恐怕连你自己都不会相信吧？哼，看起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哼！看来真是要赶尽杀绝。包护卫，其实从你救走太子那一刻起，你便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什么时候死？我们都是死人，只是要看怎么个死法。重于泰山，或轻如鸿毛。毫无疑问，你们选择的是轻如鸿毛。哼，死到临头还要巧言令色。我很好奇，你们是怎么知道我要来定西府的？包护卫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展昆仑引着八贤王赵德芳，大帅穆桂英率杨府家兵，正在四处寻找你和太子。哦，是的，那天夜里你逃出包家庄后，小诸葛沈仲元假作负伤留在了那里。本来我以为那是多此一举，但现在看来确实是神来之笔。果然，第二天清晨，展昆仑八贤王一行赶到包家庄，救下了小诸葛沈仲元，并找到了你留下的箭头和刻字，于是便率军一路向西北追来，而沈仲元则在暗中将消息传递给我们。于是我尽起人马，星夜兼程，只用了3天时间便来到这里。是这样，我真后悔，那天夜里没有砍下沈仲元的脑袋。哼，失败者与成功者最大的区别在于，失败者总在事后哀伤自怜。我并没有哀伤自怜，只是告诫自己，今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。好了，不要再说废话了，立刻交出太子。看起来我真是走投无路了。这里不是铁枪庙，更不是包家庄，我的手下已将这二堂的上上下下围得犹如铁桶一般，就是神仙也别想出去。嗯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笑得出来。我只是想到你们被炸得飞上天的样子。哦？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哼，只是随便说说。你想要太子？我劝你不要试图拖延时间，不会有人来救你了。如果我交出太子，你就放我离开？你放心，我说话算数，只要你交出太子，我立刻放你走路。好，太子在此，拿去吧。
雷王官，快打开山铺看看，太子是不是在里面？啊！太子不在里面。 说过，从你救走太子那一刻起，便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只要太子在你的手中一天，就永远别想有片刻安宁。杀机随时到来，直到你死。听罢了，交出太子，否则片刻间便要你粉身碎骨。你是怎么知道我会到这儿来的？哼。 其实很简单，你使诡计逃出守御史府，我料到你一定会连夜到元帅府去见杨宗保，于是便率人埋伏在帅府周围。果然，没过多久你就出来了。应该说，是你自己将我们引到这里来的。想知道我还给你们带来了什么？哦，我倒想听听。 事到如今，你还能使出什么诡计？民访。不好，有埋伏！接手！ 杨宗保麾下的伏兵，雷大哥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怎么样，还想要太子吗？你以为有杨宗保撑腰，我就会怕你？哼！区区几个军卒，能奈我何？弟兄们，给我上！杀死包铁山，夺下太子！
跪下受缚！这奶奶的，杨宗保亲自来了，再不跑就跑不了了。快撤！撤！弓箭手，放箭！臣杨宗保叩见太子殿下。元帅，快请起。包将军赤胆忠心，浴血夺嫡，舍命护卫，驱驰千里，为国家，为社稷，英勇无畏，义无反顾，真是可亲可敬，请受杨宗保一拜。哎呀，元帅谬赞，末将愧不敢当。将军忠勇，我辈楷模呀。元帅，眼下太子暂时安全了，下面该怎么办？明日我派300府兵护送太子及将军返京，回京后太子可暂住八仙王府。我这就修下一封书信，你一并带在身上，进京后交于宰相王启老大人，就请他在圣上面前分辨。以本帅看来，圣上只要看到太子身上的赤火龙，襄阳王的阴谋便会彻底败露。怎么，包将军认为不妥？今夜襄阳王的亲信雷英亲眼看到元帅领军救下了太子，以末将想来，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哎，本帅已将太子接入帅府，他们还敢怎样？难不成要公然起兵造反，攻打帅府不成？即便如此，本帅也不惧于他。帅府有兵500，尽是久经沙场的剑卒，再加上本帅副将、偏将10员，个个能征惯战，威震边疆。即使真的要打，我们也能稳操必胜。可元帅想到过没有？定西守御史杨千祥麾下也有500-600军卒，再加上襄阳王部下的数百杀手，已尽数集结于此，在人数上已经远远超过帅府啊！难道说杨千祥胆敢公然反叛不成？襄阳王丧心病狂，为了谋取皇位，早已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一旦太子进京，他的阴谋便会彻底暴露。您想一想，他怎么可能坐以待毙？因此，需提防他们鱼死网破，孤注一掷。一旦末将保护太子上路，遭遇突袭，末将一死事小，太子若有个3长2短，那我们可就功亏一篑了。还有，襄阳王手下有一大批本领过人的绿林高手，这些人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翻墙过府如履平地，更兼武艺高强，暗器神准，极难对付。有了这些人，他们更是如虎添翼啊！那以包将军之见呢？不知元帅麾下有多少兵马？本帅麾下禁军有5万余众，但定西府只有500府兵驻守，主力尽在宁山军、商河军驻扎。调主力勤王要多少时？要3至5天。依末将看来，元帅不如紧守帅府，以静制动，看看对方有何动静，同时调主力前来勤王。这样的话，即使襄阳王孤注一掷进攻帅府，我们至少可以抵挡一阵，等候救兵到来。还有八王千岁穆大帅已经率兵昼夜兼程赶往定西府，双方会合后，由八王千岁和穆大帅领军护送太子，又有末将与展昆仑左右护卫，就应该万无一失了。有道理。
官。在。元帅，传我将令，宁山军主力接令后即刻撤回，务必于3日内到达。得令。第二，500府兵驻守府内，人不卸甲，马不离鞍，时刻备战。得令。第三，包将军所携婴儿居于2堂之内，命弓箭手严密护卫4周，任何人不得接近。得令。包将军连日劳累，今早歇息，本帅去安排一下。好，元帅，请。包围帅府。包将军，好，杨元帅，出什么事儿？半个时辰前，中军来报，有一支1000人的禁军骑兵开进城中，为首的是内方局监副马朝贤，说是奉谕擒拿反叛。马朝贤，正是。马朝贤是襄阳王的帮凶，狸猫换太子的阴谋，就是他与襄阳王一手策划的。哦，马朝贤这个阿杂阉人，引领襄阳王杀手潜入内方局，杀死为李娘娘接生的接生婆、助产宫女和听用太监，使用调虎离山之计，将我和展昆仑调离宫门，而后亲自带领杀手进入宫中，装神弄鬼，蒙蔽圣聪，这才致使太子流亡，陈妃罹难。这群奸贼！此2贼诓骗圣旨，统领禁军，杀气腾腾地赶到定西府，定是冲着我和太子来的。看起来，这一次他们是志在必得呀！1000铁甲骑军，加上守御石府麾下的500军卒，再加上襄阳王部下的杀手，将近2000人。凭我的500府兵，恐怕难以固守帅府。我死不足惜，可太子乃国之储君，关乎着国家社稷的命运。一旦落入奸贼之手，那我等可就万劫不复了。包将军，事不宜迟，你立刻率一队精锐骑军保护太子，逃出定西府。本帅领部将府兵抵挡2贼。杨元帅，襄阳王和马朝贤是冲着我来的，让我留下，你保护太子撤离啊！包将军，我是定西守将，怎能擅离殉地？不要再说了，快走。那好。包将军，来不及了。王爷，马都塔，众军已将帅府团团围住，各阵就位，请求将令。刘将军，向府内喊话，让他们交出逆贼包铁山，否则的话，禁军攻入府内，玉石俱焚。是。上。府内人听着，襄阳王殿下与内防局监副马都堂奉圣谕前来擒拿反贼，已将帅府团团包围。小事的立刻交出反贼包铁山，否则禁军攻入府内，顷刻之间玉石俱焚。听声音有2000人之多。大帅，禀大帅，襄阳王率军将帅府团团围住，叫我们交出反贼。反贼？交出反贼包铁山是吧？正是。有多少人？以末将来看，至少有2000余人，300弓箭手，随军携带工程车，
发石机和云梯。好家伙，连首战之具都带来了，看来是要大干一场啊！哎，你看到军中可会有江湖人物吗？没有。再探。是。元帅，以末将判断，他们是在伺机而动。事到如今，已经没有退路，只能拼了。但愿天有大送。元帅，襄阳王袭击包家庄，我的父母妻儿葬身火海，惨死庄中。包铁山家破人亡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元帅，太子就托付给你了。包将军，你这是？襄阳王和马超先此来，是以擒拿反贼为名，就请杨元帅将末将交与二贼，让他们退兵。你以为交出了你，他们就会善罢甘休吗？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太子殿下，你死了，他们照样会进攻帅府，直至将太子殿下抓获。元帅，禀元帅，对方已排开阵势，准备进攻了。元帅，快打个主意吧。包将军，太子是你从奸贼手中救出，护卫的重任还是要你来承担。请你放心，杨宗保率何府将变，血战到最后一人，也要保护你们的安全。元帅，你我都不惧一死，就让敌人用鲜血来领教我们的勇气和信念吧。敌众我寡，不能硬拼。传令下去，将主力埋伏在二堂门前的空场两侧，拨3个小队扬守正门。进攻开始后，便弃门后退，将敌人引到二堂门前的空场。得令。包将军。哦，元帅，就叫我铁山吧。铁山，激战一起，我就无暇顾及你和太子了。我懂。我给你拨1个小队，由副将柴敢率领，你善加使用。多谢元帅。围攻帅府，难道是要造反不成？杨元帅，别来无恙。我当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原来是襄阳王殿下和马都堂。2位率军包围帅府，意欲何为？杨元帅，大家奉圣谕擒拿反贼包铁山。有人看到他藏在杨元帅的府中。哼，不错。包铁山的确在本帅府中。哦，好，那就请杨元帅交出反贼。还有啊，这包铁山身边有一个婴儿，也请杨将军一并交出。哦，婴儿也是反贼？那婴儿是我的侄子，被包铁山盗走了。杨元帅，为何发笑啊？说得好，大王的侄子乃是当今太子。我不懂杨元帅在说什么，什么当今太子啊？包铁山身边的婴儿，就是陈妃李娘娘产下的皇子，当然也是当今的太子。陈妃产下妖孽，被圣上幽闭，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，何来太子之说啊？杨元帅身为封疆大吏，竟说出如此忤逆言语，不怕被御史所参吗？好啊，既然大王说那孩子不是太子，那么就请大王暂且退兵，我押解包铁山进京，让圣上亲眼看一看这个婴儿是不是太子。如果圣上说不是，再治我之罪，也不为迟。杨宗保，
本番好言相劝呀，你却执迷不悟，勾结反叛，以朝廷为敌，殊不知这是抄家灭门的大罪吗？你给我闭嘴！赵庆，奸贼，图谋皇位，作祟内宫，你是罪不容诛。而今竟然又想谋害太子，真是狼子野心，禽兽不如！张嘴反叛，闭嘴反叛，你才是大宋朝内最大的反叛！招兵买马，交结内臣，作乱攻进，为的就是图谋造反，弑君篡位。杨宗保，你这简直是胡言乱语啊！你说本番是图谋篡位，你有何凭证啊？哼，赵庆，你的所作所为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何用证据？实话告诉你，想从我杨某手中得到包铁山和太子，那是白日做梦。哼！禁军弟兄们，太子现在元帅府中，而襄阳王马朝贤却以抓捕反叛为名，要攻进帅府，谋害太子。这两个奸贼蒙蔽圣聪，意图篡位。尔等务要分清是非，不要助纣为虐。否则，一天真相大白，尔等便是做了造反复逆的大罪。是要抄家灭门，诛灭三族的。真的吗？杨宗保，本番手中有皇帝的圣旨，令我等擒拿包铁山。你说说，究竟谁是犯贼啊？弟兄们，我杨家将一门忠烈，父兄皆为国死难，以血沙场。我杨宗保说的话，你们相信吗？我们相信杨元帅的话，我们相信杨元帅的话。你相信？这话是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啊？刘将军，你麾下禁军中竟有如此忤逆之人，这还了得？必须要严惩。马都堂，这么多人查谁呀？你问谁，谁能承认呢？你看到了吧？公道自在人心。杨宗保，你这是公然反叛！哼！杨家将忠心护国，反叛两个字，再也加不到杨某的头上。众军上前，将这逆贼拿下！啊，你们，刘将军，为何不传本番将令啊？难道你也想抗议不成？放箭！放箭！别战斗！众军上前，给我杀入其中！为何不下令进攻啊？大王，刚刚杨元帅所说的太子之事是真的吗？这不是你一个小小的副将该管的。末将虽然官卑职小，却也明忠勇，知廉耻。禁军是皇家卫帅，造反作乱的令，末将不能下。你，刘将军，杨宗保妖言惑众，他的话你们也能相信？可杨家将忠心为国，路人皆知。我看杨元帅的话不像是假的。
圣旨是你亲眼看到，如果这不是圣上的旨意，怎么可能调动禁军前来呢？刘将军，咱家有话在前，如果你不听号令，违抗圣旨，放走反叛，那可是大逆之罪，要抄家灭门，一灭三族的。你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儿，可一定要想好，不要错打了算盘。好了，刘将军，立刻传令进攻，咱家不会将这件事情告诉你们将军的。还等什么？众军保持阵线。火矢车入阵。点火上石。什么杨家将，不堪一击呀！进攻！全面进攻！一队，上墙！
下还有自己兄弟啊！我不管，给我放箭！大王，我求求你，不能放箭呐！给我听着，现在开始，本番接替你指挥禁军。你说什么？再敢夺口，我要你的命！说的话你听到了吗？李将军，率小队人马守住后门，没有将令不得返回。是。放火箭！上箭！战场之上，面对敌人，绝不能有妇人之仁。大王说错了，对面的不是敌人。战！哼！众军听令，给我杀入府中！冲进二门，活捉杨宗保包铁山，赏黄金万两。
元帅，外面情况怎么样？我将禁军诱入2进院中，歼灭了将近200人。哦，元帅用兵如神，甚是了得。哎，这诱敌之计，也就是骗他一次而已。襄阳王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如果再次进攻，我们就只能硬拼了。哦，主力何时能到达？传令官从这里到达宁山军需要半天的时间，主力集结启程赶到这里，最快要在4天之后。眼下，对方人数是我们的几倍，而且帅府外墙单薄，大门脆弱，很难坚持这么长的时间。元帅，铁山虽然不才，但这一身的武艺却不敢妄自菲薄，危急之时可助元帅一臂之力。铁山，太子才是你的责任。铁山，你要做好撤离的准备。末将明白。我已命副将柴敢率一小队精锐府兵在后院马棚待命，你随时可以出发。好。我这一生身经百战，历险无数，但以此次情势最为凶险。今日一别，不知能否有再见之日。铁山，你我2人相交，时间虽短，却是心心相印。我比你迟长几岁，便以愚兄自称了。愚兄有意与你8拜为交，结为生死兄弟，不知意下如何？元帅，铁山求之不得。元帅，就请太子殿下做个见证吧。天地共鉴，太子为证。杨宗保、包铁山8拜为交，结为异姓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患难相扶，生死与共。若为此事，人神共弃。天下精兵，今天我让他们粉身碎骨。来人，在！立刻率军将发石车和工程车提到这儿来。是。
铁山就应该躲在2堂之内，你们潜入进去，动作一定要快。请王爷放心，末将不是这些无用的禁军。包铁山武艺高强，诡诈异常，将军不可掉以轻心。料也无妨。起龙，是。王爷，放！喂，凌空飞动！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！天下之内籍高手不同凡响啊！就请王爷静候佳音。包铁山的厉害，此人之可怕，实在是小将平生仅见。不要拿自己的无能去推断别人。西苑墙，务必要尽快得手。是。得
手之后，攻进二堂，协助隋有生诛杀包铁山，夺回太子。明白。回二门。军头，这里面要不要搜查别的地方？就在这里，而且离我们很近，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杀气。让人一走，仔细搜索。记住，你们面对的是和我们一样的高手，只要稍有闪失，就会送命。上。杀你吗？不错，刚刚的确能够杀我。那是我念在金枪指与铁甲指同根同源的份上，实在是没有想到，襄阳王派来对付我的，竟然是我的同袍。包铁山，杀官造反，罪大恶极。某家奉圣谕，以备申府严令，诛灭尔等一干逆贼，只
只是放下武器，跪地受缚，否则休怪隋某无情。隋军头，奉旨行事，我不怪你。铁甲直与金枪直素来不和，你想借此报复，我也不怪你。但作为内班宿卫的领袖，6品校尉，遇到事关江山社稷的大捷，总该动脑子想想吧。襄阳王马朝贤究竟要做什么？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他们要的不是包铁山，而是背在我身后的太子。行了，什么太子不太子，我概不关心。至于国家社稷，那是圣上和大臣们的事。哦，不过是个小小的侍卫，只知道遵旨奉命捉拿逆贼。如此说来，隋军头是决心与包某为敌了。姓包的，给我好言相劝，放下武器，随某进京，否则转眼之间便叫你粉身碎骨。你认为自己说的这番话有意义吗？哦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会听你的话吗？你不听也没有关系，反正背身府有令，对你和金枪直的一干反叛，死活不论。包某自将太子背负在身的那天起，家没了，亲人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我亡命天涯，杀人无数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金枪铁甲二支，同气同生，同根同源。包某念在旧日恩情的份上，不愿对各位痛下杀手。但包某有言在先，挡我者死！给我上，杀了这个逆贼！家伙，
加上杨宗保亲自参战，当兵的都豁出命了。你看看，停止进攻。是。我问你，刚刚本番命人将发石车、工程车推到2门前，为何还不见动静？回大王的话，虎门敌窄，发石车和工程车都进不来呀。是啊。你说什么？虎门敌窄，发石车和工程车都推不进来呀。大王，怎么了？这个世上，好人不会死，坏人也不会死，只有一种人会死，那就是愚蠢的人。府门低窄，难道不会将府门拆除吗？你们头颅里边都是空的，不会有思想吗？这么简单的事情却迟延拖沓，致使众军损失惨重。你们说，该不该死？是。那还等什么？死一个还不够吗？是。等等。怎么了，众人？王爷，你看，2门守备严密，又有杨宗保亲自督战，恐怕很难迅速拿下呀。而且你想到我们摘除府门需要花费很长时间，我们的时间可是不多呀。而且，即使将发石车、工程车推到这里，也不一定能够攻陷2门呐。那依你之见呢？依臣看来，目前西苑墙是帅府守备最为薄弱之处。应当集中力量突破西苑墙，西墙一破，这里的守备便土崩瓦解了。有道理。传令，留下200军士围住2门，其余人转至西墙进攻。是。这。这个人我了解，目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。我想，他们一定有什么阴谋。传我将令，众军立刻将围墙断裂之处修补起来，搭好掩体，准备再战。是。你立刻到2场，看看包将军那边的情况怎么样。是。
战第一还落个下风。姓雷的，可光火箭死不救，我要兵多绑越。吃不了兜着。看到了，后腿下来，不愿意正面交锋，这说明二人的武艺不相上下，这是随时要打我的。道理。此时，冲上前去，杀死包铁山，夺下太子，那功劳是咱们的。再过一会儿，万一随腿山要是三长两短，咱们几个对付不了包铁山的。弟兄们，大家齐上，杀死包铁山，夺回太子！
山，你身上背负的是太子。正是。走，上马，快！说什么？我让你上马，赶快逃走！襄阳王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走，你走，不要管我，太子要紧。从西门进黑戈壁，快！刘副将，这家伙受了重伤，为什么放他走？身上背负大宋的江山。什么？大宋江山？好了，不要多问了，拔出刀。啊！给我脸上一刀。什么？快！小的不敢。大王，你看，王爷，包铁山呢？抓到包铁山和太子了吗？王爷，包铁山身负重伤。还要问你他受没受伤？问你他在哪儿呢？太子在哪儿呢？这末将不能让他们逃走啊！什么？逃走了？王爷，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。飞驰是铁甲值的位置几经血战，却没能战到丝毫上马。手下11名，只剩下3个。王爷，若不是末将和东太保率众家兵及时赶到，他不是随军头抓捕包铁山了。包铁山全歼铁甲值。雷王官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薛军头，你夸下海口，对你包铁山不在话下。那你现在怎么说呀？是末将无能。王爷，眼下当务之急是追杀包铁山，用足之事还是等尘埃落定之后。包铁山逃走，尔等为何不追呀？王爷，包铁山这个人真是亮眼，大家都受了重伤，谁也没想到他竟然还能越墙逃走。东太保率人意欲追赶，想不到杨宗保半路杀来，与我们死缠烂打，难以脱身。正然，你看该怎么办？王爷，眼下众军各自北上，列兵迫于分散。大王垂下将令，众军向阿尔顿侧面集结，集中主力，将杨宗保包围，这样便能够乘机联手追杀包铁山。好，马督长在。包铁山携太子逃走，必须立刻动手。好。传令众军，停止混战，向二堂侧面集结。弟兄们，保卫太子，匡扶社稷，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！上啊！奏效啊！难怪人称小诸葛呢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哎呦，王爷谬在，众员愧不敢当。
王爷才是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英明之主，微臣不过是出了几个小主意，从他辅佐而已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哎，王爷，您看，他们来了。大总管，杨宗保是瓮中之鳖，这里便交由你来指挥。孤率人追赶包铁山。王爷请放心，今夜便是杨宗保的末日，这里的事情就交给咱家了。包铁山身负重伤，跑不远，立刻追赶。刘副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王，刚刚包铁山越墙而出，将末将等打倒在地，夺了马匹，逃走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不问你，包铁山向哪里去了？向西北方向去了，像是出了西门，躲进了戈壁滩了。西门外是什么地方？西门外是茫茫800里黑戈壁，戈壁深处有几处魔鬼城。什么叫魔鬼城？所谓魔鬼城，便是山丘受到常年风蚀作用，变成各种奇形怪状的模样。只要人进去，立刻会迷失方向，直至渴死、累死。有这么厉害吗？不光如此，黑戈壁也是我军与西夏军反复争夺之处，常有西夏骑兵出没。大王，进入黑戈壁异常凶险，依臣想来，包铁山深入其中，根本不可能活着出来。我看大王还是不要追了，追个死人有什么意思？再者说，万一大王在黑戈壁中遭遇党项骑兵，那可就大事不妙了。大王，刘副将言之有理啊！黑戈壁凶险之地，你王爷万金之身最好不要涉险，万一出了事情。包铁山和太子是我心中最恐惧的，如不能被我所用，就必须杀死他，否则孤绝对不会安心的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继续追赶。